大家来到拜托 ATM。大家好，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光，我是乡里 Sandra。TVBS 未来银行将在每天晚上8点举办最新现金回馈活动。是的，大家可以透过益智考验呢，把高额的奖金变现带回家哦。是，今天主题是什么？能说善道，各位口条高手就是抢奖金，就拉比赛高手了。哎，对，LSD。欢迎五位。哎呦，这个行业的精英呢，对。对的。哎呀，首先要介绍的第一位是吴欣岱，你好。医师好，请问你平常怎么训练口条啊？平常一开始在诊间跟患者卫教嘛，然后后来从政也开始面临到一些挑战的场合，但其实最让我可以训练口条的，应该是在家跟我老公。吵架，对，辩论大根哦，这不用讲。好，乡里好。大根今天变很乖哎。对啊，你今天怎么看起来像好学生啊？因为是益智节目，我是要来拿奖金的，我不能在这边脸消委啊。是，对啊。就是要写聪明人，对不对？必须要。怎么样练口条？平常跟工作人员吵架吗？还是？基本上都是被骂啊。但是呢，主要因为我从学生时期都是以这种表演类啊、主持类的练习，所以呢，常常都是以实战经验来练习。像，那就艺术学系的嘛啊。对，然后就是这种校园演唱会啊，直接跟人的互动成长最快。哇，那他从出生就打从娘胎就开始戏骨脸啊。对啊，怎么会这么厉害？怎么练习？其实你跟我讲说怎么练习，我真的还没有练习。还没练习。我真的也不知道怎么练习。我马上问我下面与生俱来就会讲这些。因为爸爸以前爸爸没有在讲戏骨脸呐。可是爸爸会卖药吗？药的话就很能卖。爸爸也没有在卖药，卖药是我一个人。你啊，直接叫吴雄标，人招牌保证够上间看咯，我靠，一该讲完，讲到你冇送歪歪。好，接下来是周振宇，你好。主持人好，他也是个声音训练专家。对。线上课程吗？是有新的课程要出来了。是的。对，我在之前有2套，一套是声音训练，一套是逻辑表达力。那我这第3套呢，是准备要出的，就是有关沟通的事情。所以这是我第3套课程。接下来介绍这位的，看到他就赚到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请他看一趟风水要100多万。对，这个今年呢出书了啊，谢云晴。老师好，是知名的风水命理师，而且还获亚洲杰出环境理论风云人物奖，有得过奖的。谢老师其实在命理学上是中规中矩的，比那个什么占什么。好，不用讲完了，不同类型。所以这个蛇年呢，当然是犯太岁。这犯太岁并不代表都是不好的哦。对啊，其实有时候我们这样讲啊，我们12生肖其实是有分金木水火土的。对。那比如说明年在新的一年度里头，我们大家看到是乙巳年，乙巳代表木，比如说金是克木的，如果你可以克住它，那基本上来说，财富就比较容易掌握在你手里头。本人我属蛇呢，我可以克木吗？哎呀，你还没到蛇年，今年就那么多是非。预习啦，这预习啦。比如在五行里头，辛呐哈，甲乙丙丁戊己庚辛，辛就是代表金，所以辛巳年的蛇在明年来说的话，整体运势表现就会非常的不错。会很好。吉秀会利，就后悔，那我后悔。哎呀，只要一个孝顺就可以抵挡住一切，对不对？而且行长今天是不是有问题要问老师啊？没有，我待会再问。难得来了。最近看了几栋房子，想请教。来，我们先介绍我们的社会科补教名师陈启宏老师，你好。欢迎我们的银行顾问。是，好，那我们马上进行第1单元，协力夺金。好，我们请乡里来讲解这回合的游戏规则。好，协力夺金就是要团队合作，把奖金冲高。那每一题呢，轮流当主答人，你们有90秒的讨论时间，最后会有主答人取得共识之后回答。那记住，奖金是会一直流失的哦，所以请大家尽快取得共识。总共10题，一个人2题。第1题由吴欣岱开始，来，请出题。上台说话好紧张，请问研究指出，上台前保持什么状态？上台演讲的时候会比较不紧张 ？A. 感到兴奋 B. 保持冷静 C. 放空思绪。请作答。好，4A 1C。
是，来，请开始讨论。哎，哇，那只有我一个答者人的答案不一样。因为我现在就是放空思绪的状态，所以我想要听一下各位选 A 的，大哥为什么选 A？ 因为呢，我本身是上台前到现在都还是会紧张啊，紧张就会产生又想上台就会兴奋，一兴奋肾上腺素起来，反而你就会侃侃而谈啊，一直聊，所以我习惯性是 A 啦。那秀慧姐呢？对，这个就好像在热菜一样。刚才腾菜，我踩店里啊，你那个腾我修炼长长棍嘛。啊，我就随时会保持一个很兴奋，你就不会感到紧张。我都兴奋起来。那周老师呢？刚刚秀慧姐已经让我很兴奋了，对，大家都一起兴奋，对，是那种感觉，因为兴奋跟紧张其实是同样的状态。是7000多啊，心都会动啊。哦，好，那这位谢老师呢？我觉得我跟秀慧姐相同，就是在兴奋的状态里头，那有很多东西却会放空。 OK， 大家都很兴奋。那这样子，我决定要改变我的答案，我把答案改成 A。好，6713。好，他们选择感到兴奋，对或错？恭喜答对。其实呢，经验谈，真的是有个实验哦，哈佛商学院请140个参与者哦，让他们去演讲。那部分人说哦，你要赶快跟自己说，我好棒，我最棒，我现在很嗨，我准备好了。那另一部分呢，请他们先去稍微休息一下，冷静一下，之后呢再比较他们在台上的演出，发现一直跟自己说我很棒，我好嗨，我很兴奋的那一组，其实是在台上看起来比较不紧张的。奖金是6713。第二个大根，请出题。许多人在讲话时习惯搭配手势，但请问，根据统计，说话时哪一个手势最讨人厌 ？A. 食指指着对方 ；B. 用手指比引号 ；C. 用手比会动的嘴。请作答。哎，都好有人选。 2A、2B、1C。来，这个主导者大根，请讨论。好，因为他这个是统计嘛，所以应该是近年来的事情。然后近年来我最讨厌的事情就是比这样，就是为什么要强，就是要你是装可爱呢，还是要就强调你的重点，感觉很烦呐。但是我不知道，我可能要先问问看秀慧姐 A 是为什么？对啊，你不觉得有一个人一直我跟你讲，李安诺，你给我坐下，你给我过来，你就是你这样你不会讨厌吗？刚刚有一点哦。是不是吴医师也是这样吗？我也是啊，我有时候在诊间，如果有病人这样指责我讲话，我没礼貌。对啊。我先问看谢老师啊，因为不一样答案。因为一般来说，有时候我不知道，因为我刚才第一个想法是以为我在演讲或什么时候，通常有时候如果你是在那台上的时候，我觉得人家这样比有点不太礼貌。你不要这样，就会生气。时间到了，我的答案还是选择 B。你听看别人而已，因为他是主导者嘛。对，很霸道哦。这个引号到底为什么要用引号？这个其实是英文里面的一个 quotation， 就是这样子。这个就叫做什么什么，然后后来变成不知道为什么全世界都在用，有时候看就觉得很讨厌，所以它不是装可爱，真的很讨厌，就是干嘛呢？这样。可是巴拉巴拉巴拉是很不礼貌，超不礼貌啊！说假设我妈在跟我讲话，我说好啦，这样是不是很讨厌？对，不想扁人哦，超想扁可是手指很没礼貌啊，很没礼貌。Uncle Sam 有没有？他也是手指指你啊，可能不能指得这么近，可是你说指向观众好像还行。对啊，好，来选择的是 B， 用手指的引号，对或错？哎，真的耶！恭喜答对，开心哇，这组很聪明哎，真的有做出10大让人很讨厌手势的排行榜，第1名就这个然后第2名是这种，什么意思？就不要跟我讲话，一直这个其实你会觉得很这个还好，怎么还第2名啊？因为不是嗨，是这样，所以就觉得不是这样啊，对，不是。这是奥比瓦奇，然后再来，如果说你用手指指对方，跟你这样子，其实也是在10大恼人的排行榜里。这个有奖金又加上去13940，不错哦。接下来秀慧姐来主导，请出题。6艺是中国古代要求学生掌握的6种基本学科，其中包括一项体育运动，请问是什么运动 ？A. 骑马 B. 射箭 C. 舞剑，请作答。1A4B，
请开始讨论。这个我选的是 B 啦哈，因为如果是骑马的话，也不是每个家户大家都有养马嘛，对不对哈？那舞剑也不是大家都可以拿到剑的随便乱舞嘛，所以我觉得射箭是一个很基本功啦。因为以前你要去打猎什么的，一定要射箭嘛，对不对？我觉得我选 B 啦。周老师，我就单纯昨天听到有人在骑马，就联想到骑马过去了。你昨天的事情现在还记得啊？对，我昨天吃什么今天都忘记了。是这样的，你的生活过得很快乐。是，所以你选择骑马。对，好，那其他都一样嘛。其他都一样啊。 B 啊，就是听时间在跑，看你啦，我的答案是 B。主导的是你啊，好像有什么射艺书数嘛，对不对？射艺是射箭，琴棋书画，然后射艺书数啊，对，好，选择的是射箭，对或错？恭喜答对，这一题请我们的启峰老师。那我们古代的读书人要求文武合一，那有所谓的6艺，那这6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礼就是礼节，那礼乐就是音乐，射就是射箭，御就是驾马车，数就是学数学。对，那所以我们孔子有在《论语》里面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就是说，君子没有什么好争的。真的要争的话，那就是比射箭吧。对，那倒是这个御啊，很多人以为是骑马，不是，它其实是驾马车。因为先秦时代他们是以车战为主，那车战的话，你要驾马车去对战，就只能靠缰绳，所以它不是运动，而是一种技术。那至圣先师孔子就很自豪说，我的驾马车技术超厉害的，技术精湛。所以这个御呢，不算是6艺之一，不算是运动，它算技术。那至于舞剑的话，它不是6艺，所以也不是一种古代人必备的技术。懂了。好，接下来呢，你们的奖金是21,825了。周老师第4棒来，请出题。根据加州大学研究，想跟人沟通顺畅，下列哪个元素最重要 ？A. 说话内容 B. 讲话语调 C. 肢体语言。请作答。来，请开始讨论，计时开始。会 B 3 C。绝对是 C。我是认为说，因为这个有标准答案啊，因为在研究上面有一个73855理论7就是7%的人呢会注意到说话内容。38会注意到说话的语调，而55%呢会注意到我们肢体的语言。就比如说，我觉得很对，我讲的是内容，但是我一直摇头，我觉得很对。老师，如果你这么确定，要不要赶快按？就是这样的。对，赶快。对啊，因为他是专家，也不需要讨论的。对啊，对，通通选择 C， 说肢体语言，对或错？恭喜答对，真的是73855哎。那有的时候呢，其实肢体语言会透露出更多潜在的讯息，所以你跟对方讲话的时候，不能只是看他讲的内容，你要去观察他一些非语言的一些小小的动作啦，或者一些微表情啊，对，微表情。来，奖金是30,348。来，谢元请主导，来，请出题。最实用的说话技能，根据大数据统计，杀价的时候用什么方式跟老板说，效果最为显著 ？A. 跟老板撒娇 B. 说不买了 C. 说别家比较便宜。请作答。好，1A 4B。来，请讨论，大哥又不一样了。谢老师，我觉得因为基本上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叫欲擒故纵。当你觉得说这个价钱好像我觉得那个那不然我不要买的时候，他为了要赶快出清他的东西，所以有可能会跟我就是同意我的价钱。那不知道大家大家现在目前只有大跟不一样。老师是讲，因为我前阵子在日本的夹娃娃机店然后呢，我说我不玩了，老板就让你走。可是真的是你撒娇，他就会把那个娃娃放在很前面，你一直跟那个店员说是可能我赔就这钱，我花很多钱。可是这是买东西，不是娃娃。一样。你买东西，你去撒娇人讲话就3分情，你跟他塞奶，他可能就软下来，他就让你赔。你买不买了，你跟他硬碰硬，他买了。要是你跟我塞奶，我会把你扒下去。我会选正确的人跟你塞奶，不会是我啊。对，我也有我的
的市场哎，对啊，然后这是你自己选的。来，谢老师，老师很紧张。统统选择。我决定就是 B，就是说不买了，因为我想大部分的朋友都是这个答案啊。杨秀文，好耶！老板会为了说赶快打发你的，算你原因。这三个可不可以结合？跟老板撒娇说不买了，别家比较便宜，便宜哦，别家比较便宜，不买了，就什么都有了。那个选择的说不买了 ，B 对火手。还真的对，恭喜答对。其实说真的，不要的人最大。当你说出我不买了，老板觉得这可能就是最后的机会了，所以置之死地而后生，赶快说你不买了，他往往会追上来哦。如果他是真心有要卖你的话，你排队说我不吃了，你不吃就不要吃了。OK， 好，第6题了，厉害哦这一组。回到无心带了，请出题。律师都是口条高手。传统上，律师在上庭抗辩时会戴上假发，请问起初为什么会这样做 ？A. 遮掩秃头 ，B. 分辨原告被告 ，C. 没有洗头。请作答。好荒谬哦！来，请开始讨论，计时开始。我选 B 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以前应该大家都没有洗头，那秃头应该也还蛮普遍的，所以应该 B 分辨原告被告比较实际一点。那谢老师为什么会选 A？ 没有，因为我只是想说他有个，我是不是因为特别情况，所以他希望他那个头发有那个，那所以我其实我不太清楚。瞎猜的啦。对，我是瞎猜。不是分辨原告被告，他其实衣服上就能分辨了。感觉上他戴假发的原因是因为搞不好是以前的法庭上有人是秃头，怕大家去分散焦点会想笑，所以他就说那与其这样，大家戴一个那个假发。对。那我答案可能还是 B， 因为就我理解上，其实秃头有时候跟男性荷尔蒙那种雄风是连接在一起的。以前的文化可能不见得是。我先选看，我怕那个时间来，我的答案是 B。好，统合是 B， 分辨原告跟被告不是这样，是那个法警。许孝顺当过法警，有一次他穿便服跟犯人靠在一起，法官认为他是犯人，因为长相有关系嘛。真的，这是真的事情。你一脸震惊讲这个，你不像因为许孝顺，他以前是法警，要带那个犯人上庭，有一次他就是穿便服，两个上去。法官搞不清楚哪个是犯人，所以就是他比较长得像，对，有一些身份的一些功能的啦。对，所以他们讲分辨原告与被告，对或错？答错，答案是 A， 遮掩秃头。我们请顾问。戴假发是英国司法传统，那最初会开始戴假发，主要是因为当时欧洲有一些贵族，他们生活非常不检点，就染上了性病。那染上梅毒的症状之一就是会掉头发。那他们就唯恐被人家看到自己秃头啊，也担心说我生活不检点，被人家知道怎么办啊？所以他们就戴了假发来遮掩自己的丑态。那所以后来这样的一个戴假发变成一种贵族圈的时尚之后，那因为英国的法官跟律师都是贵族，所以他们也就习惯这样子戴假发下来了。那不过呢，值得一提的是，当初戴假发是为了遮丑，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传统要延续下来？那据说是有一个作用，就是拿来做提醒。提醒什么呢？提醒说你法律人的人跟职责是两回事，所以当你戴上假发之后，就提醒你说，你现在有身负职责哦，要公正客观，不可以被情感或者是主观左右哦，这样子来履行你的职务。所以后来现在他们在英国还是会戴这个假发，就是提醒自己要善尽职责。是这样。竟然原来一开始出头性病，遮掩呢？你快要秃头了。没有，好多哦，我是剪头，没有秃。这题没有奖金了，大根。好，请出题。鹦鹉是少数会学人类说话的动物，但它也不是谁都学。请问，鹦鹉学你讲话代表什么 ？A. 它喜欢你 ；B. 它认为你是小弟 ；C. 他认同你是同伴，请作答。好，2A 3C。请开始讨论。
我其实没有答案啦，当然我觉得他认为你是小弟比较像是猫的行为啊。那 C 他认为你是同伴，感觉就是他认可了你，他想跟你做一样的事情，就吃饭，所以想要跟你聊天，想要跟你聊天啊。对我先听听看老师感觉对动物有些研究，谢老师。没有，因为基本上我觉得他基本上像刚才讲第二个，他觉得你的小弟，他应该不会理你。对。然后倒是如果认为同伴的话，他应该就是窝在你身边，所以通常他应该就是觉得。就是喜欢你，对他喜欢吗？老师，你也是这样看法吗？我也是这样看法。我认为他就是会喜欢才会 follow 你。秀慧姐的，因为鹦鹉感觉你很熟，叽嘎叽嘎。因为我其实我也瞎猜，但是他说比较有说服力，我就听他的。好，那我们试一试看看哦，别耳根子别那么硬啊。我们转 A， 我们答案是 A。你选了，选择的是 A， 喜欢你，对或错？错了，答案是 C， 他认为你是同伴。其实大家这样想好了，鹦鹉呢，他们是同一群体，我们要讲话就是我们要交流，有时候是彼此沟通，有时候彼此警告哪边有危险。那他既然会学你一样的方式，就代表他觉得你们是同一群体的，认为你是自己人，他才会学你讲话。秀慧，请出题。声带健康才可以好好说话。请问以下哪一种食物有助保养声带健康 ？A. 苏打饼干 B. 冰淇淋 C. 咖喱。请作答。好，4B 1 C。来，请讨论。对，我觉得为什么是冰淇淋？因为苏打饼它没什么作用嘛。那咖喱是填饱肚子的，为什么是冰淇淋呢？因为如果我们喉咙不舒服的话，它就会发炎。发炎的话，它就热，就会胀。所以呢，我觉得都是 B 啦。钱先抢了再说了。没有管谢老师吗？对，现在了。因为他是4个 B， 对啊，9196，速度很快。医生在了，对不对？苏打饼干不好吗？冰淇淋好一点，苏打饼干会使我们的喉咙干呐。我听过有一些歌手，他在唱歌前他会喝一些油，润喉。那冰淇淋它是有油脂的。为什么我听的不一样？有的喝点酒。对，但有些人一喝酒就锁喉，所以看每个人。可是大部分会听到是他，比方录音，他要录唱片前，他会先喝一点油，甚至陈世安他最近他都会喝一点点橄榄油。冰淇淋也是会有油脂的东西哦，所以感觉保护声带上，冰淇淋会凉凉的舒服。冰淇淋，好，选择冰淇淋对或错？答错了，正确答案是苏打饼干。大家知道，刚刚讲的是喉咙，但这题是说声带，所以苏打饼干呢是有助于你分泌口水，所以就会变成说你分泌的时候，你声带就会比较湿润。对，那刚刚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喉咙发炎的时候用冰淇淋压一下，因为你冰淇淋毕竟甜的还是会黏啊。是啊，你唱歌万一有痰呢？卡痰了，唱到一半有痰呢。对啊，又没拿到。第4题了，周振宇第9题，来，请出题。霸咖形容人软弱，很容易被打败的感觉。请问霸咖最早被用在什么场合 ？A. 赌博时 B. 械斗时 C. 买卖时。请作答。好，1A 4B，请开始讨论。这个我是觉得。我真的是用猜的，我这个完全没有这样的资料库。但我觉得好像械斗的时候你霸咖啦，就是这种感觉哦。叫嚣一下，这踢都没有什么力量，踢我没什么力量的感觉。是啊，好像很软弱的感觉。对，我想大跟不一样。你试试看选 A 看看，因为有些在赌博时比方说那边有一个人很有钱，想要赢他钱，他都会说help 吧。还有霸汤家，写连霸咖，因为你想要赢他的钱，你把赢下去霸咖，最后让他输，这他有钱的人叫help 吧霸咖。我感觉上在台语上比较像。吴医师，以前历史课本都有说，以前不是有那个罗汉咖，他们就会械斗，所以想应该也差不多。罗汉咖械斗，汉械斗，我参考看看了。周老师去主导了，我就我被说服，还是 B 吧。我选择 B。大跟白说了，没关系，试试看嘛。所以他是主导者，非常有道理，很有道理。他讲的有道理。他们选择的械斗对或错？
错了，答案是 A 民国的时候，对不起，是我们的。对。那其实“霸咖”一词最早是出自于高雄某专校，那因为他们下课的时候没事就喜欢打牌娱乐，那在打牌的过程中就会有那种牌技特别差的那些输家所以大家就会说这霸咖。那为什么要说霸咖？是因为肉牛肉鸭都是养肥的拿来宰，意思就是你就是来被他宰的啦。所以后来有人就是想要把这个台语这个霸咖把它变成国语，那于是就借了个谐音字，就是脚，所以现在后来发扬光大之后就变成肉脚，就形容人家很软弱或者是很容易失败的意思。就好跳要霸咖，现在台啦，跟你台，哇，加隆霸咖了，已经变肉脚了。37654停留到很久了。对，来，谢老师第10题，请出题。美国研究指出，男性使用哪一种方式来说话，对女性而言会更具吸引力 ？A. 比平时小声 ；B. 口齿不清 ；C. 多用鼻音。请作答。2A 3C。来，请开始讨论。好，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比平常小声，感觉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如果只是我刚才讲口齿不清，男生用鼻音讲话会很娘哎。没有，是帅的。帅。对啊，而且口齿不清可能女生会更不喜欢嘛。那是大舌头吧？对啊，所以我觉得是用这个鼻音有一种特殊的魅力。高大哥在红你看我刚刚你的鼻音，刘德华很好，我是都是鼻音啊。帅哥的男性讲话有吸引力都是鼻音。那我想问一下，先问一下教授，我觉得就是说，当我们把话的声音音量呢，突然间拉小声的时候，会突然间有一种好像要靠近的那种亲密感。对，有时候男生比较没有耐性嘛，讲话会比较急，会比较大声嘛。你帮我拿那个过来，有老婆啊，你帮我拿一下那个杯子过来好吗？感觉有备而来，有需求啊。对。那你们觉得呢？来，请做决定哦。来，你是主导。你是选什么？我觉得我选教授的 A 好了。A。对我错。错。答案是 B 口齿不清。这哪可能？这真的有研究不同的性别因为男生有时候讲话不要讲得太明显，口齿不清，你会觉得他在说什么，好有吸引力。周杰伦是不是？就这种感觉。对，但是女生刚好相反男生在看女生的时候，女生要声音明亮，然后音调稍微高一点，然后男生才会觉得哇，声音很清亮然后被他吸引。不过他刚刚是模糊了，不能说周杰伦，周杰伦那个是太不正常了，太糊了一点。对，你们这个是非常异类啊！就前面5题全答对，后面5题全答错。那是你的魔咒啊！不能鼓励的一群人。为了同情你们的37000，对不对？错个整嘛，4万。耶！好，给你们4万。哇，好奖金！你看，所以说撒娇某种程度还是有用的。因为这群人太可怜了，没有1题答对的，还跟我们讨论半天，人模人样的。来，有4万挑战，但进行下一回合，唯我独拿。唯我独拿，请讲规则。这一回合呢，听题目抢答，答对的话可以获得半张卡，那答对2题就可以获得1张淘汰卡，选择淘汰哪一个队友，最后留下那位就可以晋级到第3回合的挑战。为了禁止滥答，连续答错2题也不用别人淘汰，自己就淘汰。好，来，唯我独拿第1题，请出题。日本研究指出，幸福指数跟年收入都比较高的人，会比较常说还是比较常说谢谢。就会谢谢，谢谢，对或错？恭喜答对。如果呢你比较常说谢谢的话呢，你的幸福指数就会比较高，那你面对人生中很多事情的时候也会比较正面啦。这是来自日本的研究，针对50名20到69岁男女进行的研究哦。但是我变习惯，有时候人家不知道做什么，我们就说谢谢。谢谢，其实他也没干嘛，你没干嘛就说谢谢，这一直挂在嘴边。当你说完，你说我为什么跟他说谢谢？为什么？这就变习惯嘛。但总比好吧？对啊，礼多人不怪嘛。对，人家说你会也很有礼貌了。对啊，来，有半张卡了啊。接下一题，请出题。
都说用丹田发声，声音才会更好听。请问，丹田的位置是在？就会肚脐以上。肚脐以下，肚脐上，以下，这是胃吧？肚脐以下，对不对？来，对我说。哎呦，恭喜答对！丹田呐，丹田当然就是在这边啦。对，因为另外一个选项是胃部这边呢，这边怎么可能会是丹田？丹田用力都是这里。三个指节。没错，其实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个腹腔啦。那听说有时候你觉得，假设要往你腹部一揍，你用力收起来那个地方就是你的丹田啦。那你用丹田说话比较不会烧心啊。像我们主持节目要主持那么长时间，对，你就是要用丹田用力嘛。周老师，丹田用力发声是怎么发声呢？先把气吸饱。然后气就整个会往下灌，然后这边就会有一个肌肉就比较结块，对，然后它整个就反作用力就往上走了。来，请颁一张卡给他。好的，淘汰卡。秀慧拥有淘汰权，请问你指定要淘汰谁呢？请选择。我要淘汰的是。大根，为什么？因为他很聪明啊，他很坏，你知道？他很聪明。开停机子说不可能啦，我一张我也不知道要淘汰谁的，连那2题你就淘汰我，我都还没有玩到哎，第一次来都没有玩到，都不想一下。来，大哥请坐。对，加法也对。气的哦。现在都归零了，请出题。你会说梦话吗？研究指出，人们说梦话时，最常说的词语是不，还是什么？不，直接说不。对，我就说梦。听到答案就说不了。你不管2选1了。因为做梦的时候，我大部分梦的都是很可怕的梦啊。他说不啊，要说要。搞不好是要。不，他在看那个电影呢。不要。哎，对我说。对，你还没，你只有半张卡。你刚刚1张卡用完了。为什么常常说不？刚刚的题目呢，是你做梦的时候比较常说不，还是比较常说好？答案是比较常说不。其实啊，是有就是记录3349个录音档来证实哦。我们梦话最常讲的就是不，而且另外一半呢是根本听不出来他在讲什么。有的时候讲话，对啊，根本就是秘密啊。起床了，你们在那工上。对，金匠谁？来，下面一题，请出题。心理学研究指出，比较有说服力、更容易说服他人的人，通常是长得好看还是长得好看？对我说。恭喜答对了。题目是说，长得好看还是长得高的人会比较有说服力，说服力啊。是啊，很单纯嘛。当然，你有些店员呐，你在某个家就觉得哇，这家店员都好漂亮哦，然后他卖的食物啊，跟他卖的衣服，瞬间都变得好吃跟好看了。所以有的时候，有些公司在选一些销售员的时候，当然也会选长得好看一点的。那我们自古学那个人不可貌相是什么意思？就是学着安慰一些长得没有那么好看的人。古人所说的都是骗人的，真的。他们是真的有做过研究哦，就是找2批大学生，一个是长得很美的，另外一个是长得普通的。请他们去推销东西，成功率是有差的。网络上有看这个影片啊，对，一个女生美女调文件的时候，大家怎么样？男生会去捡，哎呦，帮你捡，你还好吗？然后找个丑的掉下去，大家就绕很远。太过分了吧？这真的是韩国还是日本做的一个实验呐？不会，我们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对，然后问什么都答。也有半张卡哦，来，请出题。在英文中，人们会用什么颜色的谎言来形容善意的谎言？来，吴医师。白色。白色对口错。恭喜答对，因为就是 white lie， 就是白色的谎言，代表说一些不伤大雅的。可是我医生跟你说，你在你3个月后就要死了，然后他家人请他不要跟家人讲。不要跟他讲。这个就比较不算 white lie， 因为这就比较大条。不是不跟家人，不要跟当事人讲。对，就因为他怕受不了。是，所以 white lie 只能是礼貌的小谎。你看我今天穿的漂不漂亮啊？不错啊，这种。对。white lie 获得了。恭喜有1张卡了。
好的，吴医师，你不要淘汰我。你现在有淘汰权，请问你淘汰谁？我要淘汰的是秀慧姐。刚刚就是要淘汰我。谢谢。我也站着脚蛮酸的。好，我现在去陪大根药。对，哎，不好意思，我1节800哦。来，请坐。这个就是比赛。来，下面一题，请出题。巧舌如簧形容人言辞巧妙动听，当中的簧是指兵器还是乐器？谢老师，乐器对或错？没错，指的就是中国传统乐器笙里面的簧片哦。你就讲话，好像就在弹奏音乐一样，但是呢，其实它是有点在说你讲话有点花言巧语。对，我们中国底要贴膜嘛，对，那个膜就跟那个簧片道具是一样。来，加半张卡了。下面一题，请出题。可可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大猩猩，因为它能够用手语还是英语跟人类？周老师，他会用手语。手语对或错？恭喜答对。怎么会用英语？这个是太扯了。对，可可呢是美国西部的一只母大猩猩，它生前他已经过世了。它生前呢会学大量的美国的这种手语方式，但是它其实也懂2000个英语单字，它是懂的，只是它沟通上它还是主要以手语为主，但是人家给它指令的时候，它是听得懂英文的。这么厉害，超厉害，他非常聪明，就跟小朋友一样，你跟他讲话，他就去做，然后他想要什么，他会用手语表达他的需求，厉害吧？非常。还是恁朋友呀？哎，我感觉是个，不是啊，我的意思说，既然可可有人在训练他，那为什么没去训练下一批？就他没开课就对了，要不然这个很可惜。他没有，只是可可他是训练之中特别突出的。哎，也半张卡了。哇，现在变吴医师是比较 safe。来，请出题。研究指出，当男性跟某种人聊天时，注意力只有6分钟。请问是跟妈妈还是伴侣？吴医师，伴侣只有6分钟。对或错？恭喜答对，男人们啊，6分钟到底长不长？很短啊，6分钟我都还没讲完，我今天发生什么事还讲不到一半。可是我们看 YouTube 也是6分钟、7分钟啊。但是另一半嘛，因为另一半你太常跟他相处，有时候又不想听他讲什么，注意只有6分钟。但如果男生你们哥们在讨论一些运动啊，还有性生活的时候，你们注意力有15分钟哎。而妈妈呢，你们对妈妈的专注力还是比伴侣多一些，伴侣真是可怜呐。哇，你今天有没有看那场球？大谷翔平的第几局？哇，那个道奇怎么那个疯了？哎，大家都会投那局3分炮，就大家讲，我开始讲，侃侃而谈。好，聊完没？聊完了，还没6分钟，我们6分钟。对，哎，都有半张卡了。还有，来下面一题，请出题。有些人在没有基准音的提示下，就能够准确的辨认音高跟音调。请问这种能力被称为什么？请说。绝对音准，绝对音感，对或错？对，恭喜答对，讲绝对音感或绝对音准都可以的哦。意思就是没有比较的话，随便弹一个音，然后你的正确率有70%以上。其实这个很少人有，你在欧美地区啊，10000个人里面才有1个人有绝对音感。真的就能有一张卡，淘汰卡，精彩了。恭喜吴医师有1张卡，有淘汰权。请问你要淘汰的是？我要淘汰的是。周老师，为什么？我觉得谢老师有一种无辜的感觉，让我觉得很无害，对吗？我就说嘛，谢老师很没有杀伤力。来，你身上有没有带800块啊？做一节啊！好热情哦！400，自拍区好热情，今天。为什么每次杀着就最有东西两岸？对啊，每次都几乎这样吧。但是现在变成谢老师，他有半张卡，你有半张卡比他厉害啊！也就是你答对1题你就赢了。加油，谢老师加油！好大。那没办法，因为你2个人都有卡。来，接下来下面一题，请出题。
朗朗上口用来形容文词好记又好上口。请问，朗朗原本是指狼群嚎叫声，还是玉石撞击声？漂亮，无疑是玉石撞击声，对或错？玉石撞击声哈，没错，因为玉石撞在一起是清脆响亮、好听的声音。以前用来形容你读书声就朗朗上口。那朗朗上口现在还用在什么呢？曲调也可以，听一次就记得了。这也可以说曲调朗朗上口。是的，也有半张卡，现在一起了，这样是最后一题了。加油！如果答对的话了，是最后一题，决战题，请出题。不止 CP 值，现在 TP 值也很重要。请问 TP 值是指把 CP 值概念中的价格换成时间还是流行？如果不会，我的意思说，如果不会就不要硬打，好来你说。哎呀，时间好了，时间好了，对或错？啊，没错，就是时间。我怎么听到是 CP 值？是 TP？ 因为本来是 CP 值，他把那个 C 改成 T， 对，就变成说你多少时间内有没有符合我的时间成本？那刚刚流行的意思是他想要考的是 trend 趋势那个字，可是不是 TP 就 time。对，就变成说我做这件事情好像不错，但他花掉太多时间，所以他的 TP 值不高。是这样。是。好，那恭喜吴医师获胜，谢谢老师。终究来挑战我们4万块的奖金，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恭喜吴医师啊，有4万块挑战权。谢谢瓜哥。吴医师果然是非常聪明的啊。是啊。那请插卡。好，金库请打开，里面有4万块是您的挑战奖金，但必须先通过2道密码的考验，请看。2道密码呢，分别是总笔画45画的假面闺蜜，或是总笔画43岁的麻醉的时候看到。假面闺蜜呢？假面闺蜜，口蜜腹剑，对，虚情假意，虚情假意，双面人的意思。麻醉看到那真是世外桃源。哪会麻醉让很多人你是这样看到的？我觉得麻醉不要麻太深，当然很危险，就大开刀的话很辛苦，好像会做噩梦有人对啊，开大刀的时候，用时间拖太长也不好。对。所以你要选哪一个？我想要选假面闺蜜，因为我上次也到这个关卡，结果麻醉的相关的就是很难，我都不会。特别为你设计的就不选了。对啊，医疗的可是你不是麻醉师吗？我是心脏外科，所以我是跟麻醉医师合作的。要配合啦，麻醉医师啊，所以你要选择假面闺蜜。我选假面闺蜜，我讨厌麻醉看到了。对啊，请锁定假面闺蜜。好，麻醉看到的是哪4个字？请看。海市蜃楼，这个认得出来，但蛮难写的。那个蜃很难写，笔画可能也不会算。准备挑战哦，奖金4万块的哦。来，待会呢要清楚写字再写密码喽。好的，请准备好，请挑战假面闺蜜，请出题。虚伪仪 ，No， 好难。虚伪仪，来，请计时1分钟，开始。好，他字好漂亮，对，是学医的。鱼，微或是尾。咦，哎呦，好像蛇。1、2、3、4、5、6、7、8、9。直接写蛇。停，几秒？很厉害。37年还有23秒。11080811。对或错？哪个字错知道吗？完全不知道。怎么会不知道？鱼，很明显的。第2个字啊，来计时开始。45、43、45吗？鱼哦。快点我知道，1、2、3、4、5、6、7、8、9、10、11、12、13、14。停，
几秒？50秒，还有10秒。如果错的话了，还有时间。密码11130811，对或错？还是不对，还是错，还有10秒的时间，还有10秒，到底改哪个字？我都不知道他要改哪一个字。对啊，可能笔画算错了。有些笔画。计时开始。45、24、32、43，那我可以直接你写啊，改成13。字要写的，字要写的。1、2、3、4、5、6、7、8、9、10、11、12。没关系，你就不管，你就写13。时间已经到了。好，忘了。密码11130813，对或错？到底哪些字错的？时间也到了。他字其实写出来了。对呀，来，请看正确解答。对啊。都是算笔画算错啊。对，所以是算笔画，字没有写错，其实字没选错，很强哎，很强啊。对，我进步了。跟他金姑说再见，可惜啦，谢谢。哎，可惜。细于尾仪就是好像表面上是答应他，背后是就人前手牵手，背后下毒手。哎呦，对啊，而且你说什么都好，顺着你的话讲。对，哎，刚刚还有一个成语是海市蜃楼。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在沙漠中会看到一些幻象，其实呢，那都是因为渴死。对，有一些光影折射。可是蜃这个字很特别哦，它底下有个虫，因为它是一个超大的蛤蜊。然后它吐出的气，因为光影的折射，你好像看到了高楼一样，所以都是幻影。谢谢各位贵宾今天光临我们现场，虽然没有拿到奖金，但是我们也学到一些经验了。谢谢吴医师。好，谢谢各位来宾，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 把智慧变现。谢谢大家，张木龙，谢谢。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哦，拜托 ATM， 谁敢来 battle？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等你来 battle。